朋友們，大家好。本期節目我們來說說中國汽車。2025年，中國出口了733萬輛汽車，700多万輛，穩居世界第一。比亞迪那就更瘋了啊！光是這一年，比亞迪出口了105萬輛，增加了145%。在德國簡直是瘋了，在德國銷量，比亞迪的增加了706%。因為我們樓上呢在施工，所以聽得見它那個電鑽對不起，那沒辦法，我左右不了。比亞迪在歐洲也賣得比較瘋狂。據德國專業網站披露，2025年比亞迪電動車在歐洲賣瘋了，全歐洲平均比2024年銷量直接火箭速度增加了285%，285%，大家沒聽錯。甚至呢，傳統汽車王國德國，因為德國呢，它是非常以自己的汽車为自豪的。一般德国人他買車的話，首先會想到買德國車。但是去年在德國簡直也是瘋了當然，也與2024年德國它的基數很低有關係。因為2024年那年，德國政府突然取消了對電動車的補貼，所以2024年全年德國電動汽車銷量就比較低。而那年，比亞迪在德國售出了，或者僅售出了2891輛，也就是說不到3000輛。但是，據德國國家電視一台報道，去年2025年在德國簡直，前面說了賣瘋了光是去年11月份，一個月比亞迪的銷量就成長了830%，超過4000輛。另外，據中國媒體新浪財經消息，比亞迪全年在德國銷量為23306輛，增加了706%，就是說，去年的銷量是前年的8倍多。雖然比亞迪在德國的汽車佔比呢比較低，目前不到1%，但是能成功打入老牌汽車王國德國，相當不錯。可能各位也想知道，那特斯拉在德國賣出了多少呢？在德國的銷量可以說去年相當的慘。只賣出了19390輛，不到2萬輛，而比亞迪呢是23000多輛。2024年特斯拉在德國的銷量是37574輛，就是說特斯拉2025年的銷量比上一年幾乎是腰斬，減少了47%，只有19390輛。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網上呢有一些原因，但是我覺得很多沒有說到點子上。我認為有3個原因。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特斯拉它的車型還有它的進步比較慢，車型比較少，幾乎沒有推出什麼車型，對吧？對比，比如說中國這些各種品牌的眼花繚亂的各種車型，特斯拉只有那幾樣。我就想到了有點像美國的 iPhone 蘋果手機，對吧？好像好幾年了，一直沒有什麼新的創新。所以我認為這是導致這個特斯拉在德國銷量比較低迷的主要原因。但是呢，還有2個原因與馬斯克本人有關。去年特朗普又當選，然後呢，把馬斯克拉入他的那個治理團隊。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那個任當時的效率部的部長。然後呢，他特別的積極。德國人向來呢不喜歡特朗普這個人，當然也不喜歡特朗普的團隊。所以當時馬斯克加入特朗普團隊，對他的銷售肯定是沒有注意的。還有一個原因呢，就是馬斯克這個人，他直接干涉德國內政。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馬斯克這個人是明確支持德國右翼選擇黨的。好笑的是，德國右翼選擇黨呢，他是明確反對綠色轉型、綠色能源、綠色出行的，也就是說反對電動汽車。但是馬斯克他的特斯拉又是生產電動汽車，所以呢，他直接支持德國右翼選擇黨。我記得去年他還與右翼選擇黨那個維德爾他的黨魁通過視頻對話做一期節目，就是幫那個德國選擇黨拉票的。所以在德國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德國那些綠色積極分子、那些左派、那些支持綠色轉型的、那些想買電動汽車的、手裡有一點錢的那些人，現在看到馬斯克直接干涉德國內政，所以這批德國人，左派以及德國支持綠色轉型的人、想買電動汽車的人，
現在不幹了，他們自發抵制特斯拉電動汽車。我認為以上3個因素是導致特斯拉在德國銷售特別低迷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去年2025年在德國市場，比亞迪的銷量已經超過特斯拉，而且遠遠超過特斯拉。因為呢，特斯拉只賣出了不到2萬輛，而比亞迪23000多輛。那麼在英國的趨勢其實也一樣，而且比亞迪在英國的銷量比在德國還高。去年全年在英國售出了51422輛，在德國銷量是23306輛。特斯拉在英國的銷量是多少呢？只有45513輛，也被比亞迪超過。我們回顧一下啊，2024年比亞迪在整個歐洲售出了多少呢？歐洲28國，比亞迪一共賣出了50265輛，包括歐共體，還包括英國、挪威、瑞士，因為他們不屬於歐盟。前年2024年同期，特斯拉在歐洲28國的銷量是多少呢？32.7萬輛。但是去年2025年，比亞迪在整個歐洲28國可能共賣出18萬輛左右，因為目前沒有最終統計數據，18萬輛左右。而同期特斯拉的銷量大約為20萬輛。大家記住啊，前年32.7，但是去年只有20萬輛。這些都是大概的數據。但是前面提到那家德國媒體說，比亞迪在歐洲它的銷量增加了285%，那麼算的話應該在19萬左右。所以呢，現在我們再等一等具體的數据是多少。但是2025年比亞迪在全歐洲的銷量比特斯拉稍微少一點，未來可期。那麼今年2026年大概率應該沒有什麼懸念，特斯拉的銷量肯定不及比亞迪。那麼在全世界，比亞迪和特斯拉的銷量怎麼樣？我們只看純電动汽車，在全世界的銷量當然也包括在中國。純電動車，比亞迪在全世界2025年銷量為226萬輛，而特斯拉為163萬輛。比亞迪首次超過特斯拉，成為全球純電汽車的世界第一，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啊！燃油車方面，日本的豐田還是妥妥世界第一，在全球銷量超過1000萬輛。但是未來以電動車為主，所以大家記住啊，比亞迪而非日本豐田或德國大眾才是世界的未來。出口方面，比亞迪去年2025年出口了105万輛左右，歐洲市場應該在18萬輛到19萬輛左右，所以呢，歐洲也是比亞迪的重要市場。所以啊，比亞迪这個品牌在全球也成了那些傳統汽車巨頭的不容小覷的競爭對手。但是朋友們，2025年中國其他汽車品牌也取得了非常亮麗的成績，比如說小鹏汽車估計在去年出口了4.5万輛，比2024年大漲93%。小鹏汽車光德國一個國家就賣出了2800輛。2025年，上汽名爵在歐洲的銷量也非常的亮麗，約25萬輛，比2024年增加了約30%。在歐洲的銷量甚至呢比比亞迪還高。還有2025年奇瑞這個品牌，它是出口大戶，它出口了134萬輛，光在歐洲的銷量可能也超過20萬輛。目前只有前10個月的數據，前10個月它的成長率超過220%。其他的品牌，比如說吉利，它在歐洲它的銷量暫時不高，但是在全球還是不錯的。比如說2025年，吉利汽車在海外累計它的銷量為42萬輛，其中新能源出口量超過12萬輛。另外，中國所有品牌的汽車，純電、混電，還有汽油車、柴油車等等，2025年在歐洲的銷量大概是70萬輛左右，也創了歷史記錄，比2024年急增93%。而中國品牌的汽車在歐洲的份額也大幅增加，現在達到了7%左右。中國品牌汽車達到7%，在歐洲真的不簡單。也就是說，全歐洲平均啊，在街上跑的100輛汽車當中，大概有7輛是中国品牌的，這已經相當不錯了。可能有的網友說，我在歐洲啊，我為什麼沒有看到那麼多中國車呢？
一個是可能你沒注意，或者你所在那個國家中國品牌的汽車的比例比較低一些，比如說在德國就沒有在英國或是比利時高，但是在歐洲平均，中國品牌的車已經佔到7%了，已經非常不錯了啊！而且這個比例未來肯定會更高，這也是沒有懸念的。去年2025年，德國電動汽車市場其實也非常火爆，它的成長率超過50%。大眾、寶馬，他們這兩個呢，在德國也賣得非常好，目前呢處於領先地位。但是啊，比亞迪來勢兇猛啊，它以創紀錄的增長率擾動了德國這個市場，所以呢，正在快速贏得德國市場份額。所以未來在德國這幾年，電動汽車它的市場洗牌可能也會發生，比如說大眾，它的份額可能下降，德國其他品牌的份額可能下降，但是中國品牌的份額可能會增加，而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為呢，比亞迪很快可能就會在匈牙利生產，然後呢，其他品牌有的是在什麼波蘭呀，在土耳其呀，還有在西班牙生產，所以所有這些中國品牌到時呢會以低關稅或是零關稅在歐盟銷售，那麼到時中國品牌的比例還會更高。總之啊，朋友們，去年1年，中國汽車在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麗的成績单，出口達到733萬輛，其中新能源前11個月，也就是從1月到10月份，出口了301萬輛，同比增長62%，穩居世界第一。新能源車包括純電，也包括混動啊。那最後我們看看德國市場，中國汽車的價格怎麼樣呢？因為過去呢，總有些人啊陰陽怪氣的說中國汽車銷量高呀，但是利潤呢，就有點像什麼 BBC 他們報道中國好的時候，總會說，但是以什麼代價呢？我發現有些陰陽怪氣的中國人，如果是中國銷量好的話，就喜歡說，但是利潤呢？比如說蘋果手機在中國的銷量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這些陰陽怪氣的人說，人家蘋果手機的利潤呢？那麼中國品牌汽車它的價格在德國怎麼樣？是不是比中國更低呢？德國電視一台專門做了報道，朋友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訴你們，中國品牌汽車在德國賣的並不便宜，所以中國品牌汽車的那個利潤在德國我認為是非常可觀的，而且在歐洲的利潤也非常可觀，在歐洲的利潤絕對要比在中國市場要高得多。德國家電視一台剛披露了中德兩國電動汽車巨大價格差，令德國消費者非常的憤怒啊！因為現在他們看到同樣品牌的汽車、同樣款式的汽車，在中國它的價格不到德國的一半，或者只有德國一半，難道德國人他們心裡不崩潰嗎？絕對是崩潰的啊！而且如果是中國品牌汽車的話，中德兩國之間價格區別更大。這個報道是比較新的，是元月8號，今天是元月12號，對吧？還是比較新。好，現在我們來看中德兩國汽車的價格啊。你看，如果是中國品牌的話，在德國它平均是32573歐元，而中國呢只不到15000歐元，只有14936。我認為啊，它這個價格可能還是偏高的，因為這價格是12萬人民幣左右。但是在中國，電動汽車價格我覺得平均達不到12萬人民幣啊。好，我们看特斯拉，在德國特斯拉平均是33168歐元，而在中國它的平均價格是26861歐元。還有我們看歐洲品牌，在德國平均價格是電動車啊，是58844歐元，而在中國平均價格是43004歐元。最後，這是總的啊，就所有品牌的電動汽車，包括中國的，包括德國的，或是歐洲其他品牌的，全部加在一起，在德國平均每一輛電動車的售價是43749歐元，同類在中國只有29765歐元，所以呢，這價格差特別的大。前面提到，特別是中國品牌電動汽車，在德國雙倍還不止。所以呢，德國人看到中德兩國之間這個電動車巨大價格差的時候，他們心裡是非常崩潰的。所以我覺得中國人啊，一定要橫向比較下，
多看看世界其他地方，不要那麼多抱怨。因為過去很多人認為啊，是我們中國人補貼了全世界怎麼樣？你們看，其實中國品牌電動汽車至少在歐洲，它的賣價是比在中國高得多的。特別是德國市場，大家看見了吧？這是10:10的德國國家電視1台的統計。好的，朋友們，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